嗨，大家好。今天早上差不多5点钟的时候，被窗外的下大雨的那个哗啦哗啦的声音吵醒，而且间中呢还有一些打雷的轰鸣声心想果然被天气预报说中，暴雨呢来到了我们番禺。起来以后呢，其实雨停了一阵本来想着吃完饭以后说不定还是有机会可以去外面骑行一下，但谁知道呢，紧接着雨又哗啦哗啦的下了起来，就想今天干脆就在家里蛰伏一天偷个懒，就利用在家里拍一个小小的视频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今天早上呢，有网友就在我的视频的留言区里面给我留言，向我询问我现在在骑行的这个折叠的单车是什么牌子，好像这位网友也有兴趣买一台骑一骑。我当然很诚实的将我当时二手买来的这个车呢，它的牌子把我所知道的跟那个英国的著名的折叠车的品牌 Brompton 呢的关联，也尽我所知做了一个分享。因为呢在留言区也不能写很多的字，所以呢我想正好呢在家里拍这个视频的时候呢，等一会儿呢也跟大家来聊一聊我对这个我骑了差不多2个星期的这个折叠单车的小小的一些感受同时呢也稍稍的展开一下我对这个品牌的一些了解。因为毕竟来讲呢，我最近也在网上搜寻了很多世界各地的人呢对于这种折叠单车的使用的一些方法还有他们的感受，还有他们提供的很多的经验之谈。今天呢大家可以看到我呢胸前就挂着这么一个旧的一个 GoPro， 当然这个是很多年以前买的，就是一个运动相机现在呢据说已经出了好多代新的了，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比较旧款的，但是呢它还能用而且拍出来的这个品质呢马马虎虎还能接受，加上它有一堆的这些配件如果你买新的的话呢就要重新去装备，所以呢我还是在用这个旧的，等到以后有机会入手新的时候呢再去更换。先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相机的一个小插曲我就把它拿下了，这个在家里说这么放着确实有点怪那我现在录制这个视频的话呢，是用我另外的一个运动相机，就是大疆的一个 Pocket 2因为呢它有个什么好处呢，就是主要是胸前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个无线的麦克风，这样的话呢收音的效果会比较好，就即便是把镜头推得更远一点它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言归正传说到这个单车骑行，其实呢我在一些视频里头也跟大家分享过，就这个单车我们中国是自行车大国，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们从小都会骑单车我记得我应该没到10岁就会骑单车，在我的一位叔叔的教练之下，当时我记得是在上海的城隍庙前面的一个广场，当时那个丽水路老饭店门前呢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广场，很多小孩呢都是在那边学会骑单车的，那我也不例外就是在那边呢就很快就学会。然后呢觉得这个单车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得到的一个，算是一个奢侈品吧，因为在当年只有大人有急需才会买自行车记得我当时跟父母住在一条弄堂里面因为上海都叫弄堂，北方呢叫胡同，就是小社区，在这些弄堂里头呢也是可以四通八达的。在这么一条弄堂里面呢，我就记得好像只有几家人家是拥有这个单车的，这个就有点像10几20年以前谁家买了汽车一样的，是一种很稀奇的。甚至有时候呢我们想去摸一摸碰一碰的话，都会被那家的小孩警告说不要摸坏了，就宝贝到这种程度。而且呢我们整天看见大人呢在那里擦洗那个车当时最有名的2个品牌呢，一个叫凤凰，一个叫永久。当时我记得在上海永久有个叫13型的一种自行车，据说是锰钢的就是那种钢会比较好一些，比较结实的，也是比较大的一种自行车。
谁拥有的话呢，就有点像现在谁拥有了奔驰、宝马那种感觉啊。所以我们小时候呢，对这个自行车，一边呢我们很容易就学会了骑行，同时呢我们又没有办法能够去得到一台自己的自行车。老实讲，以当时的这种居住环境啊，你家里头要放那么大的一台自行车的这么一个空间呢，也是基本上是没有的啊。一直到了差不多高中毕业前后吧，才有机会啊，就能够借一些亲戚啊、大人啊他们的自行车呢，出到外面去骑一骑，以满足一下自己啊，也长大成人的这么一种感觉啊，就可以和大人并驾齐驱了。我记得可能是考完大学那一年吧，也是借着不知道谁的这个自行车，一直从上海市区啊骑到淀山湖。当时淀山湖呢就是一个游泳场，骑到淀山湖呢来回应该最起码要有100多公里吧。当时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两个小伙伴呢就骑着别人的单车啊，进行了第一次的长途的远征。现在呢还有一些照片为证啊，就是当年还真的是有过这么一段现在都难以相信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壮举啊。这些呢都是一些陈年往事了啊。中国虽然贵为自行车大国，但是呢老实讲啊，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并非一个自行车的强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当时的中国其他的交通工具啊几乎是没有的。比起坐那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呢，很多人选择自行车出行。当时的自行车呢居然成为结婚啊3大件之一。我记得另外一个好像是缝纫机和电视机吧，也是托改革开放之福啊，就是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提高了，才有了这么一个3大件的说法。当然后来这个3大件呢也是随着经济发展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断的在变换啊它的一些内涵。所以呢那个时候自行车到了上下班的时候呢，满街都是啊，蔚为壮观的一个场面。我自己生活的时候呢，我的工作单位呢是在一家医院啊，但是我们的医院非常大，而且以前呢都是住在院内的。虽然我也买了我人生当中第一台我自己买的自行车，但是大部分时间呢都是在院内啊骑行。我当年第一份工作呢是在广州的一家医院啊，当时呢广州的城区跟现在来比的话呢，大概只有几分之一甚至10几分之一这么大小。我记得从广州火车站骑自行车到东山口，因为有几个好朋友在那边，我们经常会到那边去，大概呢只需要半个小时的骑行就可以到了。当年对我们来讲啊，不管是人民路、人民南啊，还是高低街，还是珠江边呢，还是海珠广场，这些呢都是我们自行车骑行就可以到达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当年啊比较热衷于骑自行车。其实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啊，就是呢我们当时坐公共汽车，不管是驾驶员还是售票员呢，他们都是一口白话，一口广州话。我们作为北方佬啊，我们作为从北方来广州工作的外地人呢，一句听不懂。你要问个路，你想听一听这个报站名啊到底到了哪里，都是一头雾水，完全就是搞不清楚。所以呢我们也很怕坐这个公共汽车出门，觉得自行车更加自由自在啊，所以呢也就爱上了这个骑自行车。这些呢都是一些老黄历了啊。后来呢出了国以后就发现啊，尤其在北美这个地区呢，大家呢把这个骑自行车啊不是作为一个上下班的交通工具啊，更多呢是大家的一种喜好，一种骑行锻炼身体啊，或者纯粹就是到什么地方去骑一圈。所以这个自行车呢就突破了我们的想象。当时呢我自己也曾经拥有过啊，比方说山地车，在那些山路上骑行的单车，也曾经入手过呢公路车啊，就是那种公路追逐啊骑行的，车把是弯的那种单车，都曾经拥有过啊，也去尝试过，就觉得比较好玩。后来就发现啊，
这样的单车呢，没有我们中国做的啊，就当年啊，现在应该都是有了。所以呢，就发现这些品牌呢，基本上都是欧美的，觉得很奇怪。就我们中国那么多人，自行车是几乎就到了每户都有的这么一个自行车，为什么就没有办法发展成更多的这种品牌、更多的功能的这些车呢？这个当时确实是受到一定的冲击的。后来才知道，其实这个自行车呢，除了上下班交通的作用之外呢，其实更多的这些功能已经转移到了一个大家健身、休闲锻炼身体，甚至呢就是进行一个越野的比赛等等这样的一个功能，其实就赋予了很多文化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元素在里面。在国内为了上下班呢，现在早就已经进入到一个汽车的时代了。我们当然也不例外，每天上班下班都是开着车，回到家里呢，装模作样的有时也会上一下跑步机跑一跑，也算是锻炼一下身体。就一直没有想到过去买一台自行车来作为一个健身休闲。直到呢就退休以后呢，无意当中就看那个视频，网上现有一些人骑一种单车，这种单车可以折叠起来，可以呢放在车的后备箱，去到一些郊外的地方或者可以骑行的地方呢，在那边骑一骑。或者呢，也有一些年轻人在某一些国家、某些城市比方说像新加坡吉隆坡这些东南亚的一些城市呢，他们也作为一种辅助的交通工具。也就是说呢，他们把这个车折叠起来，一个是容易在家里头呢就收纳，可以停放，上班时候呢可以在路上打开骑行，到了一个地铁站或者轻轨站呢，就可以把它再收起来，上这些地铁或者轻轨，出了站以后呢，再通过骑行可以去到他们的公司上班的地方。下班以后呢，他们又可以骑着这样的折叠的单车呢，到任何的一些餐馆或者娱乐的场所呢，很容易在那边停放，就可以就餐，就可以进行他们的活动。那么到了周末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到一些休闲的骑车道上像新加坡这些地方，往往就是虽然城市比较小，但是呢，他做的那些海边的环海的这些绿道骑车道呢，非常的漂亮。所以很多人呢就成群结队或者说3-5知己好友呢，就在那边骑行，然后呢一块去咖啡店一块去那些就餐的那种地方呢，大家一块吃饭，开开心心的过一个周末节假日也是。这个呢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触动就觉得说，这个是非常美妙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呢也在留意，就是我们国内有没有这样的折叠的单车卖呢？最后呢就发现其实早就有这样的一个单车很多年了像英国呢，它有一个品牌叫 Brompton 的，它已经有好像40-50年的历史了。那么据说呢，前一些年它的专利就到期，然后呢有一些厂家呢就开始仿造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技术合作吧。国产呢也有一个叫 360的一个单车，跟这个 Brompton就国内很多人称之为小布的这个单车呢，长得是一模一样，应该用的材质也差不多，但是呢它跟那个 Brompton 来比起来的话呢，价钱只有1/10。我在视频里头也跟大家分享过，当时也有考虑，就怕自己呢一时心血来潮不是真正的喜欢，或者骑了一段时间因为种种原因不骑了很快就放弃了，那么也是一种浪费对一个新鲜的事物稍微还是想一想再去入这个大坑，但是呢还是要去入一下这个小坑先去买一台回来试试看。经过这个2个来礼拜的一个骑行呢，感觉还是有很多的乐趣。这个呢在我的视频当中一边骑行一边也跟大家零零散散的有过不少的分享，所以我在这边呢就不再赘述了。那我今天想跟大家简单来说一下的呢，就是我个人感觉像这种折叠的单车的主要的功能呢，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讲的话，它应该可以作为一种日常的上下班的最后1公里的代步然后呢它就可以很容易的能够去带着这个车呢把它折起来到公司上班。
下班以后呢，它也可以进行一些娱乐。我相信在很多的一些国家，尤其是那些亚洲的国家的这些城市啊，也包括欧洲的很多的这些国家的城市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城里的空间比较局限啊，住的这个环境啊，没有像欧美那么宽大。这种车呢，我觉得是比较符合在城里头生活的一种生活方式，上班生活相结合。但是对我们这样的上了一定年纪的人呢，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就是日常的轻松的休闲的骑行。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去到一些平时开车不容易去到，走路呢又比较辛苦也不大愿意去的一些地方。这也是我最近2个来礼拜的一些实践，感觉有很多乐趣。去到了，即便是我住的这个家的周围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地方我以前从未涉足过。就是因为呢，一直是开车，很多地方呢就不容易停放这个车辆所以呢都放弃了。那么经过这段时间的骑行呢，我就可以把这个单车一直骑到，比方说一个村里一个什么工业区，还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另外呢，我就觉得骑了这样的一个车，胸前挂的这样的一个相机，有时候也可以跟很多人呢面对面的进行一些沟通交流。因为你如果说一本正经的拿个很大的相机拿在手上，你要跟人家交流的话，大家都会有些戒心，都不自然，自己都会觉得有点冒昧所以在这样的一些情况底下呢，我就觉得这个车给我带来一种非常轻松愉快是这样的一个体验。有网友呢很关心看到我骑在一些大的马路上的时候，有一些马路呢它是没有专用的这个单车骑行道的确实有些风险。看到那些大卡车从身边呢呼啸而过的时候，我相信不仅是我的朋友为我捏一把汗，我自己呢也是心里头有些余悸所以呢，我在想就是我们把这个车呢不是全方位的去使用，尽量的以后就找到一些特定的场合比方说去到一些比较幽静的小街小巷里面，或者呢是一些古镇，或者呢是一些河边江边甚至海边的这些专门的单车道上面去骑行，只是作为一种休闲的代步一边可以骑一边可以看看风景那种，而不是呢把它当成一个像公路车赛车那样的或者呢是挑战那些难度的那种越野的单车那样的这种骑行的方式。不求这个速度也不求这个难度，仅仅就是很轻松愉快的去骑一骑的话呢，我觉得这个车还是足够的。我自己感觉就是这个车折起来以后它还是体积比较小，它可以放在家里头任何一个地方呢，不会特别显眼和阻碍这个走道。另外一个呢，我也一直期待的就是有网友也分享过，就是可以把它折叠起来推进这个车站一般指的是地铁。但是我还没有尝试过因为据说呢，就是需要有一个小小的包装，以免这些尖锐的地方呢会碰到别人。我也在等到这个袋子来了以后再去做这样的一个尝试。这是我所期待的。我也相信如果能够把这个折叠单车带上地铁，去到更多的地铁站，因为很多地铁站室内地铁站边上呢都有很多的一些老街，也有很多的一些传统的文化区域，值得去悠哉悠哉的骑行和看一看，跟大家来做更多的分享。今天呢，就是因为趁着一个下雨天没法到外面骑行，也正好呢有网友向我提问关于这个车的一些事。那么就我所知，也是随意的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想到哪就说到哪，说的不完善的或者说的不准确的地方呢，也请大家多多包涵。随着这个骑行的体验的增加，随着骑行的经验的积累，我相信呢，在未来的这个时候在合适的时候呢，我会专门来跟大家做一期这样的一个折叠单车骑行的分享，也敬请大家呢期待。今天呢，我们就在家里录制这样一个视频，谢谢大家一贯的支持，也欢迎大家继续观赏我的骑行以及很多其他的一些视频。那我们今天就说拜拜吧，再见。